情绪勒索这个词从2017年开始在台湾火红之后，似乎就一直没有停下过。我第一本说书就是在探讨情绪勒索的主题。等等，真的别回去看了，我不是在做效果，拜托，黑历史就别回头了。通常面对情绪勒索，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建议撕票或是沟通，但多数的环境其实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的，毕竟还是有人情压力在。对吧？所以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原来我们都对自我误解太深，就对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做出了不同的观点。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Hello guys， 我是 Nico 吴喵，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吴喵，熊仁谦真的很厉害，几乎是在一开始就吸住我的目光。他说，真正施加情绪勒索的凶手其实是自己。光是看到这句话，我一秒很想对着他大叫放屁。但看完他把后续的想法讲完，又不得不服。当我们太在乎另一个人的评价后，有时候会自己过度解读对方的反应。譬如说，长官可能只是对下属表现冷淡，没做出反应，但下属却自己过度解读，变成是不是我不够好？这好像又可以呼应到想太多也没关系那本书。人类其实有聚焦负面的天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荒芜的草原上生存下来，以至于到了现在资讯快速流通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至少是我写稿的当下啦，最有力的宣传还是找一群 KOL， 大量在社群上制造出他们都有了，我也必须要有的幻觉。在荧幕前的你，摸着良心说，有没有曾经因为哪些 YouTuber 推荐乱买了什么到现在还没用的东西？拜托别跟我说是我推荐的书买了到现在还没看，那不一样，那真的不一样。我讲的比较是偏物质或是娱乐性的那一类啦。回到刚刚提的上司与下属之间的案例，过度解读的下属在大脑思考节能的本能下，会假设性的导出一个结论：我的能力不够。这时候我们暂停一下，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大脑节能。大脑是人类消耗最多能量的器官，为了节省耗能，大脑通常会采取偷懒的方式储备能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训练自己思考，没有让大脑习惯思考，大脑最后会选择懒得思考，而后放弃思考，导致最后会变得跟这种生物没什么两样的东西。在大脑偷懒的状态下，发生问题就必须找出答案，于是大脑就会塞给我们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关键字请画在一个理由上。促进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不会是只有一个关键，很有可能是上司跟他老婆吵架，昨天晚上球队输球，小孩跟狗私奔，太多理由让他今天心情不好，甚至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理由，他不想上班。没有人规定上司就要爱上班，对吧？是人都不爱上班的吧？那他表现冷淡也合情合理啊。可是人类是一种很爱说故事的种族，非常喜欢造句，因为所以就和只要就可以，这是两种最常出现情绪波动的句子。当下属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花大量的时间去进修，甚至花了一大笔钱去考上证照，只要我拿到这一张证照，就会得到主管比较多的关注了吧？但原因很可能根本不是他能力不够，于是他花了大把的时间，最后可能换得上司继续的臭脸。真的有些人天生脸就长得比较凶，不笑看起来就是在生气的呀。下属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委屈，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没被看见？委屈和挫折感完全来自于期待落空，变成了另外一个循环的匮乏感。书中有一段，请容许我直接引用：聚焦是我们对事件的第一反应、第一解读，而因为现代社会的匮乏感无比强烈，所以这个聚焦遭到了毒化。当遭遇损失时，毒化的聚焦往往会让我们因为感到匮乏而想加快即刻付诸行动，弥补自己损失的进程。当下属感受到上司冷淡的感受，进而产生情绪，是因为下属聚焦的层面太过局部，所以产生的情绪也非常狭隘，导致最后只导出了一个单一结论，并把错归咎在自己身上。事实上，如果把期待感放在精进自己而非讨好上司，那么主管就算表现得再怎么冷淡，至少能力可以提升是铁铮铮的事实，依旧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啊。从认知会产生情绪，而情绪会构成行动，行动又会影响认知，这是一个轮回循环，取决于我们的认知，也就是价值观的建立。
什么事情又更重要一些？在这样的逻辑下，常常说那些回顾过去的自己进而改变，就太说不通了。因为价值观的建立是借由行动产生的，也就是不管过去做了什么，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你才能影响未来的你，过去的行动带来的只是经验堆积。短短几句话就打破原生家庭的枷锁，真是不简单啊！虽然我知道要走出伤痛也真的不简单，人生真的不简单。接着，我们借着经营 YouTube 频道来谈谈处理事情的3种错误心态。1、归咎环境，都是 YouTube 这个烂环境，我的订阅者都收不到我的更新通知。反正先怪环境不好，怪公司，怪老板，怪同事，怪制度，怪体系，怪这个鬼台湾，什么烂政府。但台湾其实比国外好很多了耶。我们的健保制度让我们想看病的人随时都能挂号，便利商店24小时开，随时都能买东西吃。至于 YouTube， 虽然演算法真的不友善，但至少目前它是唯一稳定用广告让创作者有收益的平台，而且是国际化，不分国家种族，一律平等。会说出环境不好的人，换再多环境也会觉得不好，就像拿着坏掉的蛤蜊去敲其他蛤蜊一样，以为所有都是坏的，没有想过自己才是有问题的那一个。2、不够努力，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所以观看数才会起不来？会这么想，就会期待努力之后就能有所改变，只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个世界早就不是这么运作的了。也许有些事情是吧，但不是每件事情靠努力就能弥补的。3、能力不足我的频道失败，应该是我没有更好的影片品质吧。相同第2点，当品质提升而没有对应表现的时候，错误期待又会导致更多的匮乏感产生。上述3种错误的心态会让价值感产生扭曲，导致永远看不到真正问题所在。我承认我都有抱怨过，我错了，甚至看不到优点，永远只在缺点上打转。也许真的是环境或是能力上需要调整，但绝对不是改了马上就能改善问题。请记住，所有的问题发生都不是单一原因。这支影片只要带走这个观念，我觉得就值得拍手了。在 IG 小盒子有个女孩来私讯我，她说因为她想太多而烦恼受苦着，甚至因为这样跟男朋友分手了，也几乎交不到朋友。这个问题我在这本书里找到解答，其实不是想太多，而是想太少。就是因为自信不足的错误心态，导致聚焦扭曲之后，大脑给出的理由太过单一，不够全面。当产生负面相关的理由时，常常会让人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但其实就是想太少，想得不够全面透彻，所以才会只看到负面和悲观的讯息。凡事不应该只有一个面向，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因为熊仁谦自己也有在经营 YouTube 频道，他点出很多我最近的困惑和撞墙期，就是来自于许多的因为所以就和也许我只要就能够。因为大家都只爱看娱乐型的影片，所以我就点阅不好。也许我只要把我的影片弄得更低俗一点，就能触及到更多人。我相信如果我这么做，不只是支持我的你们会对我失望，连我自己也会对我自己很失望。即便那样可能会伴随大量的点阅和声浪，但那样的结果会让自己开心吗？我想我不会。最后就变成做影片的时候很厌倦，粉丝狂敲碗说快出片啊，不然退订哦。在创作者的眼里会变成粉丝对于创作者的情绪勒索。为什么呢？追根究底，就是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早就违背创作者自己本身的心愿了。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需要有人胁迫，而且会持续不断热情的继续做下去。当我对创作这件事情失去热情，不是因为创作本身变质，而是我对创作这件事情的期待产生了变化。然后有外力可以怪罪的时候，大脑会毫不留情的把这烂锅往那边甩。不是我不想创作哦，是酸民太多了。我知道真的有酸民，但创作这件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认清这一点之后，酸民的攻击真的也没有什么了。
因为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和作品本身就好，爱看不看，缘分情分啦。点阅率不等于内容的好坏程度，更不能代表努力的分数。重新厘清目标之后，才能稳住自己的初衷，成为一匹真正的黑马。这真的是2019年最大的价值观冲击了。我很开心，至少我在30岁之前学到这件事情，更感动我能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你们。我不晓得我能接触到多少人，但至少把影片看到这里的你，应该也能多少理解一些认知差距和情绪勒索之间的关系了吧？下次你在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之中，记得检查一下是不是陷入了因为所以就和只要就可以的陷阱题里咯。爱自己其实就是更了解自己，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一个更透彻一点点的人吧。我是奈克乌喵，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记得按下小铃铛，才能破除12000的触及率，才不会错过我随心所欲的开台直播时间以及其他时间上传的精彩生活片段。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我会在这里与你分享一本好书。那么我们就下个星期二晚上8点再见喽，大家拜拜。我真的很想把直播的时间定下来，但目前的状况，除非我星期四不出片，把星期四的时间拿来直播。可恶，怎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只要不用剪片，我都觉得棒透了。